哎，Raymond，等一下，这场戏我会这样轻轻这样打几下，可是他一来的时候呢，他就，结果要到我上台前最后1分钟，我突然间小幸运讲唱，等一下，我在后台完全想不出来，我随手走过一个工作人员，我抓住他，小幸运讲唱，怎么办？没有声音嘞！我想，不如我把它低八度来唱，然后我一开口就讲，哦，大事不妙。陈慧甜妈，欢迎收听陈慧甜妈。今天呢，有2位很熟悉的嘉宾，就是我的好朋友美心和 Raymond。要这样开场吗？哦，大家不如猜一下我们会聊什么话题啦？这3个人啊，不用猜啦，都写在那边了。你不用猜啦，你猜不猜我们也会讲的啦。对，没有，而且就算猜中，我们会讲成别的东西，我们也不懂我们会讲什么。是这样子的，因为通常呢，自己的朋友啊一起聊天，我们就开始聊一些别的。但最主要就是我们今天就是要轻松嘛，对啊，不对？很爽啊，今天来啊。是因为之前我的 podcast 都太认真了，哦，真的吗？有咩？没有，就跟你那集不认真罢了。哦，是哦。就是我们因为你遇到他也很难认真，对，很难，真的很难。认真不下去，就好像我有一个形容词，就是我明明是要去潜水的，但是我变成浮潜。每次跟他聊就开始笑了，本来是要认真讨论我们的情绪，结果笑。所以我们今天应该也认真不到了。说今天要浮潜的吗？我们今天浮潜，好，我们今天就开心的让大家解压，我们就来聊一下，因为我们入行都10多年了，来讲一下这2位入行几年了？哎，我们2个是同年哦入行18年，你也是比我们晚1年而已。对，他们2个就是等下18，那你以为啊？你以为自己还小啊？我又没有这样觉得。一起入行对吧？我一直停留在那种15年、没有18年。我主持火教的时候你就拍星空了不是吗？我不是，你我们一起比赛就大比好啦没有比赛我还没有算进去，有，我们比赛就算了呀。真的比赛算19了吧？因为人家从比赛的时候认识你嘛。我以为是要真正有你们是作品的时候才05算。年，没有啦，就是比赛大决赛19大年啊，决赛是几时？06决赛是年。 06。对啊，我07吗？哦，OK，啊好，不用紧，不用紧啦我。们不要这样纠结。 OK，不好意思，真的讨论起来啊。2个18年，我17年。你知道入行一定会有让你自己印象非常深刻，然后很难忘怀的一些事情。很难忘怀。你最多吧？我们都很善忘哎。等一下，善忘不代表没有发生过哦。对，有。所以要想的时候想几句，然后想要整个晚上。是因为你讲真的，我们在这一行其实相对的精彩，就是你会遇到的人和事，而且我们做节目啊，你会有很多糗事，或者是觉得很难堪的事情发生的啊。对啊，因为尤其我们就是主持嘛，然后主持又有很多不同的类型，然后有时候你会遇到不同的嘉宾，或者是去到不同的地方，然后像我们曾经一起主持过的是翻滚够好玩。哎，你知道我在主持翻滚够好玩的时候，我也是有发生过我自己很难忘的事情。你肯定很多吧？没有，第一件就是我第一次跟你们一起搭档，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很熟。对啊我，们就是认识彼此可是你有难忘的事咩。对，我还记得我们第1季的那个翻滚够好玩，就是你们2个是main host 嘛，然后我和阿 Ken 就是 co host 嘛。然后其实我们 co host 要讲的对白不是对白，我们要讲的那个主持的令不多的。我记得轮到我只要讲1句，我在私底下练了很久了，就一直练，然后到我说我 cake， 然后我就开始那边。他真的记性很好哎。我有没有完全没有想过这一点呢？真的因为是第一次，你知道吗？第一次一起你记得讲主持什么吗？那句话没有，就是类似那种开场啊，啊，轮到我真的啊讲之类的。对，哦我只知道我们讲一句来到这里之类的。是，然后我就结巴了，然后重来，然后我就觉得第1天开工，哦，有太我记多故事到现在可以讲了嘞，这样子。真的，所以那时候就提醒我自己，以后我要接话那些，我一定要接得好好，因为主持从来你知道。主持是没有真正的那种 set 好的对白的嘛，因为我们没有稿，对呀、我们要靠现场。是啊，如果是 set 好还讲重复500次都是一样的，这样可以了。我们今天这一集要做一个系列1000集的第1集啊， 1000集的第集，很多东西讲啊。真的啦。所以我觉得我觉得是我出道以来第一个很前面的很难忘是这一件事。哦，对，因为其实我们也真的是因为翻滚够好玩才是啊比较熟熟悉啊。对，然后我记得以前就是你们2个是输的代表，没有赢的时候啦。很少，真的非常骄傲，每次都有说你还有阿 Ken 一组，每次我们都对，输到然后就那种啊。哎，给他们机会赢1-2次这样。但也是因为这样子，我们默契开始培养起来啊，因为我们对输家。我们从玩开始
就培养到那种默契而且很好让你们人生路上以后再也不怕输。没有我们熟悉没有吗？你给他输吗？没有，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我怕输，但是如果有人陪的时候我就无所谓。怕输，可是你可以面对输啊，的确没有这么在意输这个东西，对，就觉得我都输很多次。对啊，又不是没有 try 过。是，就而且也不怕丢脸。就是因为就是从游戏节目开始培养那个脸皮厚啊。拜托，我们游戏节目真的很多印象深刻的东西。没有，就是因为培养到这种脸皮厚的感觉，然后到我入行几年之后开始拍戏。我说起来拍戏难忘的事，因为他有写小本本，是不是？你有做记录？因为我突然想到，这一定要讲一下，因为我那个时候入行的时候，其实我中文水平没有很高，然后呢，我看剧本我看不懂一个字。你记得？我真的看不懂那个字有什么字，我不会念，然后就查字典，查了字典之后就写那拼写那个剧本那边，然后明天要去拍的时候，我还记得是对着张志成大哥，然后讲对白，讲，我就讲了一句话，很荒谬，这个是原本要讲的字，但是我就把它说成另外一个字，我说念的荒凉荒凉，然后看了之后，那个志成跟我讲，那个字不叫荒凉然后我就想说，我查了字典啊，你看我还写那个剧本啊，然后他说，你查什么字典？这个字是荒谬我讲没有啦，我查字典，结果你的字典真的查到荒凉出来的？不是，重点是我应该连查字典都查错。他查成另外一个字啊！我怎么可以把荒谬，然后查那荒凉，以为自己是对的？对啊，真的很荒谬你真的很荒凉啊！所以我觉得我脸皮真的超厚。那个时候，重点是在拍戏，全部人看着你的时候，还当作没有事。没有啊，而且还觉得自己对还要跟人理到底。有时候充满自信，就会让旁边人就想：真的是荒凉吗？然后结果他最后讲一句话：主持人我。How to 追个主持人。那这个语音的真的太多，就是每次都会让人家觉得很压力。没有，可是讲真的，他那天有跟我讲到这件事情，我就讲，有时候我们听好像台湾的他们的语音，有时候会讲荒谬，讲荒谬。我就觉得这个还可以接受，因为我们至少听过。我的聊哪里来了？然后我本来还在那边讲，这样子也有偶尔会讲说也要原谅吧。但是他讲荒聊出来的时候，我讲不可以原谅。而且他自己讲完之后他自己就荒聊。荒聊到底是什么？真的，所以那时候那一次之后，我真的很少用这个字，因为不敢碰。遇到荒谬这个字就嘟嘟。你应该罚写100遍，然后永远记得，现在我记得啦。然后你现在是春联都写荒谬。什么？越扯越远啊！所以脸皮厚导致这样。你看我记得那个字啊。而且你看，真的是因为错了你就记得了。对。最主要是什么？你学到东西吗？好过你错了500次，你还是没有学到。对啊，你们现在开始学荒聊啊。你那个时候是演第几部戏？你记得吗？应该是第一部或第一部、第二部第二部是打篮球那一部吗？不是，打篮球张志成没有演吧？我不知道，因为他打篮球那一部当年有跟很厉害的许光汉那个是厉害之后啦，再前一点。没有，那个应该是许光汉觉得尴尬的事情，想要抹去的回忆。这样我对着许光汉我没有讲错字啊。我有跟他再斗过一个字。就是跟他讲，你为什么一直讲汉？就我和你，我和你，对，因为台湾是这样子嘛。可是我跟他讲说，我们这边都讲我和你。他讲会吗？为什么要讲和？这个就是区域也不一样啊。可是那时候我比较纠结，讲你要讲和。因为拍本地戏。对。不过人家讲和都没有你那个荒谬，也不用紧啊。过去了，真的。你只要拍第一部戏啊，我第一部戏也是有很深的印象。咖啡什么恋人馆？我没有演。你不是有演活架吗？演活架没有，他有演活架，不是，可是不是我第一部戏，他第一部戏是那个瞎的，对，乐语诗情。我每次很怕跟人家聊起我第一部戏，因为我怕他们找来看，虽然也蛮难找的啦，找不到了，跟你讲，很难找，很经典，有可能有的有的，找不到，因为你知道我们演第一部戏的时候，那个演技有多可怕啦，就是你以为自己演到很好了，因为可是第一部戏很，你有这样以为啊？因为以前你知道新人有一个好的，就是
台词背得非常好。因为以前我们记忆力很好，头脑很新，现在有点你知道，很新啊不是还蛮 new 就是还记的东西还比较好，现在记对白很差，对，很差，真真的很差。以前真的很好，所以记对白很好，你以为就是很好了嘛？对，不会嘛。但是让我印象深刻不是记对白这件事情，是以前因为我是要演看不到的失明人士嘛，然后我们的那个内容就是那个景，就是讲我们要在那个小溪旁边那边露营。然后露营，后来我的朋友走掉，然后我一个人，我可能就对那个环境不熟悉，我就滚下山坡，我就掉进那个小溪。那掉进小溪，我们就要演在小溪的那一幕嘛，就我可能就救命啊救命啊这样子。然后那边有一颗石头，大家都在准备，我就是坐在那个溪那边，然后抱着那个大石头，就是脚就是这样子开这样子放打直这样子放嘛。所以那个时候溪的水是非常非常少的，但每个人都在忙自己的事情啊，set 灯的 set 灯，然后瞧镜头的瞧镜头。就在这时候，我手一滑，我手就是就松开那个大石头，我竟然被那个非常浅，就只是到脚踝不到的水冲走，是不是觉得很恐怖？我真的吓死，因为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学会游泳。但是你是不是站起来就可以了？没有，我那时候站不起来，因为你想是我是整个人坐在地上，然后我脚是打直的，就是放平的啊，就你没有一个重心。对，我一下子站不起来，然后我已经被冲了，我是往后就这样被冲，然后我是看着大火，就是我越来越远。对，然后所有的人就用很惊讶表情看着我，我也很这样。没有愣着，全世界愣着，没有办法做出任何反应，就因为没有人想到这么浅的水会把一个这么大的人冲走。然后就那时候我只记得有人跟我说过，你不要挣扎，就是你越挣扎，你越不按水性的话，你会更糟糕。所以我大概被冲了有50米，不是50米，大家50米啦。总之是冲了一段距离，就是离他们有一点远了。然后突然间看到一个 trainee， 他是连跌带跑的，他去前面想要冲下来，因为是要从上面这样冲下来去拉着我。然后拉着我的时候，我就谢谢你啊，真的。我虽然一直记不得人家名字，但我记得他的样子啊。我想谢谢你啊，要不然我就这样被冲走了嘞。因为当下是很滑，它是很长的一个溪流嘛，就会一直不知道去到哪里。而且后来我们拍完这场戏就下大雨，然后那个水直接是你知道那种倍数的增长，就是那种增加那个水量。然后我们就在那边避雨的时候，那个心仪导演呢，他就看着那个雨的时候，他想，幸好刚才你有被救起来，要不然你要我现在去哪里找你？哇，你知道讲那段话出来之后，毛站起来，然后当下我都没有觉得可怕哦，我只是吓一跳，我回家才哭。我知道。所以真的是为什么人家讲欺山莫欺水啊？我这件事情有造就到我之后为什么会这么怕，好像去瀑布啊什么？因为我知道，就算是很少很浅的水，它都有它的危险性和恐怖的地方，蛮难想象因为你说那么浅，真的想象不到，没有办法想象。可能如果想办法站起来就没有事了。可是那个时候，可能因为它真的已经，我不知道水流会不会也比较急一点。虽然它可能很浅，可是很急啊，它那个冲力让你根本然后让你反应不到，有时候真的是反应不到。就是对，因为你想象我就是一个人躺在溪里的状态了，我一被冲我就是这样子 zoom， 对，真的没有想到。所以这还是有难忘的事情嘛，我直接跳过来啊。因为他不是拍戏，是因为他讲到那个被水冲啊，我想到我们以前拍那环岛吧，我没有被水冲我自己也忘记，然后反而是阿哲比我记得，因为他后来就是最近还有跟人家聊到的时候，我才对耶，我有过那种觉得就要真的是被水冲走，那个是大河。那时候我们在沙巴拍一个节目，就是我们要
拿一些弄那个水力木发电桩之类的是吗那些，对，啊我们要搬木桩什么上山的。然后你知道我就是觉得什么都要参与嘛。然后那时候一个很重，好像是木桩对不对？我们不是那个是啊巴拉管巴拉管对哦水一个管一个水管管子对重很重。然后我们就全部人就是因为他是要过河要搬上山去，然后我们就是只能够靠人力嘛。然后我就一起搬，然后它很重，然后水流是很急的哦。其实我就走到开，太紧张，就是那个水流很急，然后搬着那个水管嘛，然后我就开始有点很辛苦，然后就有一个人他已经可能不懂怎么样了，他就看到我觉得说，哎，是不是太重了？我来帮你。没有想到他的帮我是害我，他怎么因为样？他一搬上来，他想要帮我减轻这个重量，但是他一搬上来，我没有重量压在我身上，我变轻了，被水我马上被水冲嗯我真的马上被水冲走，然后是另外一个 cameraman Ashon，然后他在前面拉到我，我真是觉得很可怕哎，发生什么事就在瞬间，他一抬起来我就很恐很恐怖怖哎，很恐怖因为，那个我可以水蛮想象这高的个感觉对那个水蛮高过胸的位的，而且它真的很急，然后它是大河。所以就是幸好那时候是差不多蛮靠近，而且你们也没有那些救生衣啊没有什么没有哎，我们其实蛮危险的嘞。我们都是拿命在主持。我那时候看到说，全部在做这个工作的人都是村民，对，还有一些其实我们义工就是去帮他们这样对子，他们也是而且你救都没有啊生衣可能也很难，因为我们是要走在河里面，如果救生衣你你浮浮上来，是起来也是很难走不是哦就走不到这样子？也是因为我们真的要搬着那个水管这样子。难忘一下这个。是哎，你还记得吗？你这样讲，我还有一点画面，因为我不是走在你后面，我对对对走在前面，对对对对，你后所以面发生什么事还不知道。是很可怕的，被水真冲。的哎，所以任何工作都有危险性哎，虽然看起来好像没有怎样。哎，讲到这样哦，我们在排网的话有个很好笑的事情哎，我不知道是好笑还是不好笑啊。你讲来听看。有一个工作人员，我们在吃午饭，我们吃午饭吃的时候呢，他就很开心，哈哈哈哈哈哈。他知道虫啊？不是被蜜蜂叮，钉哪里？叮舌头。好像有哦。我真的这个我人生中真的没有遇过人舌头被蜜蜂叮的，他就怎我们吃饭，哈哈哈哈哈，直接整粒飞过去插在舌头，然后结果他不敢动，他一直拔着舌头啊这样子去看医生，我要看医生，我要看医生，我好像有这个吗？等一下，你们应该忍不住吧？我们一直笑，哭笑不得，你知道吗？你又很紧张，怎么办？然后那蜜蜂有毒吗？我等一下不知道那。个蜜蜂有拿出来嘛？蜜蜂掉了啦掉出来，可是它针还扎在里面，可怕哎，又可怕又好笑哎。而且我们在山那种什么地方要去离谁你蛮了啊远，遗憾，遗憾，遗憾。有点忘记了哎。有一个可是有一个画面，有一个画面，对对对，难忘吗？真的很难忘哎。叮舌头哎，很惨呢，谁会想到？这真的是舌头自己都没有想到，我在里面你也要来。我跟你这么多年，你这样让我给蜜蜂叮，他应该很生气，那是蜜蜂吧？喂，我藏在这里了。哎，等一下，那个医生应该也会笑吧？我不知道，我啊没有跟讲他去。所以拍摄的时候还是要小心的，你看这种意外啊，没有人知道啊。真的蜜蜂这样你应该很多啊，因为你环岛巴那种。环岛巴的辛苦，他只是辛苦啦，就是累很难忘，真的是那种哇刻骨铭心的那种啊。对，那种经因为验。我有参与一小小的部分，所以完全可以感受他们那种辛苦，真的奇耶。哎，因为我不可能会找我做这样辛苦的节目，哦所以我不会有这种。所以你都一直是很幸福的在好吃哎，都在活甲哎。没有 OK，活假不会让我有这种突然间很奇妙的事情发生，哎等下你不要讲是真的。你不要这样讲。他出的哦很烂，没有不啦，没有，我先讲，如果讲回拍戏这一块，其实还是有一些事情可以分享。拍戏那个不算辛苦，可是我觉得要感谢那些前辈，啊因为有些前辈他因为你知道我们如果在刚拍戏不久的时候，你给不到那个表情，他就担心说要拿很多个 take 嘛。就有一场戏我在拍那个娘惹的时候，然后对谁？有一个前辈啦，就一个一个前辈，好好好。然后他其实剧本就是剧本完全是没有写说要赏巴掌的，完全是没有的。就是我以为我做了坏人，就以为被他抓到了，他要怎样对付我这样子。然后呢，他就跟导演说：“导演，我觉得这个剧本以我的这个角色来说，我应该要在这个时候呢，要使出那种霸气啊，抓到这个小子，我就要这样下马威一下，你知道吗？就要打他。他就跟我讲，哎，Raymond，等一下，这场戏我会这样轻轻这样打几下。”轻轻这样打几下，我就我好像记得你跟我讲过，我就说谁OK 啦，轻轻 OK 啦，你来了，就这样了。然后结果一开始 roll gate 的时候 ，camera 是拍 wide shot 罢了啊，那个 camera 远到好像
你的洗手盆这样远啊，嗨，这样远。就只是要有一个小小动作那种对而已。他那个white shot 把我已经把我吓死了，他那个力度哦，如果这个是那个整我的脸啊，他讲我，因为他原本以为说，哎，我等下会这样扫你几巴，对，就是我们所谓的有点借力和借位的扫巴掌。而且我想象的画面是那种，哎仔，你醒醒定定，应该是这样，类似这样子。可是他一来的时候呢，他就，真的是所谓刀疤声，再刀疤声，然后是玩一口气，他把我扫了整800，你知道吗？而且你的脸就会左右那种。我眼睛哦，那个眼泪在闪烁，我好吓到真。实的表情。可是这是white 外 shot，秀，这个是white shot。最怕导演讲，该拍的很好，来多一个同样表情。没有，他讲很好很好，因为那个声音大声到连 cameraman 这样远，他们化妆师他们讲，哎，你痛吗？开痛吗？我讲你来啊，他讲说 OK 刚才那个 white shot 现在我们拿一个 close up 的，我心想还要 close up 啊，要捆地回嘛？一样咯，8，然后结果那个 close up 讲来多一个 take，3个 take。8324哦，我给他盖了我几10把都是没有流力的。你真的是巴拉巴。可是有必要吗？我不知道，因为导演 close up 的时候 close up 我嘛，可是 close up 他的时候他也照打，明白意思吗？所以3个 take，其实是不需要的，因为我们他应该打空气就好了嘛。对呀可是他觉得不用紧嘛，我对戏吧，我要专业一点。你拿一个手掌给他打都好吧？真的很可怕不需要吧？都没有拍到。没有，更经典的是，更经典还有下一场戏，打更经典是了巴掌还还有要这么下一场戏。然后他一拍完这场戏，我马上打给那时候立琼带我嘛，我就讲立琼喂。刚才哇吓到我，真是我是被吓到了，真的有必要打这样大力嘛？然后不用紧，我就跟他反应了之后，他有跟上面反应一下，然后他下一场戏我看乱刀，哎，这一场戏我要被他杀，来真的怎么办？他的剧情是要推我下山，我心想，我讲，然后我就跟立琼讲，你会上社会新闻，你知道吗？我讲立琼，我等下拍那场戏要推我下山，我真的被推下山怎么办？我吓死，然后结果幸好没有找到山，我们那个 location 没有找到山，我们只找到一个楼，他是找到那个木板的场，很可怕。然后结果就说，我们找不到山了，我们可是换一换场景，那个情节换一下，我们就用就当着他弄木棍来打你，也没有很好哎。木棍，而且那木棍啊，应该是类似这样粗的木棍，不是那种道具木棍，是真的板场的木棍。对，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准备到道具，因为是突然间换那个 location 嘛。对，因为没有山的关系。对，然后我讲到那个棍是真的假的？真的啊！这样我要怎样？你知道这场戏你就往前走，他后面袭击你，更可怕。我什么时候要啊？我心凉了一下，我心想演戏忍不住一直偷看，不能，因为他前面来开门的名牌嘛。我跟你讲，我那个时候我打中心，不要给我有事我就一定要红。有红啊，要挤亏，你知道吗？结果他拍的时候，那个木棍那个后面 feel 到那个风，哇！我就快点晕哦，还等什么？还不是现在晕？所以他的风其实只是耍那个花枪吧，就是这样，然后都还没有打下去，你直接晕。没有啦，真的 feel 到他那个风在我背后这样，打这样子。对，哇，那个感觉几真，你知道吗？真的很可怕，真的。你是拿捏不好，真的会头破血流。那可是为什么？是有私人恩怨吗？也没有，因为那个前辈还蛮讲究那种真实感。叫他来演你的角色，来看一下几真实。我那个时候应该跟导演讲，导演，我觉得这场戏我应该还手。对，因为真实感嘛，真实情况下我应该会挣扎还手，会还手的。对，要不然就是你变成鬼魂来报复，会很惨呢。没有啦，这是一个体验啦，是 OK 的。如果那个重点是他剪出来也没有剪打几巴吧。很后悔，白搭。早知道以前如果流行social media，你还可以自己 PO 真的啊，很浪费哎。是啊，哎，你嘞？你应该有你18年19年了，应该也是很深刻印象的。怎么办？我不记得。你不是有出国表演过咩？对呀，我还记得，还要帮我提醒，真的。
你知道讲我在人家舞台上面，对，因为以前我们就是电视台会有跟国外的电视台合作的，我们现在讲起来，人家就哇，以前你上过春晚呢，哦，类似春晚这样子。类似啊，那就是春晚吧。但是以前的那个状态跟现在不一样了，因为现在就是内娱是非常强大的，跟以前我们合作形式有一点不一样了啦。所以以前我们就是可能新年的时候也会有不同的艺人啊，然后去表演这样子。那时候我记得我是跟 Henry，然后还有 Vincent。为什么我会这么记得 Vincent 呢？因为我后来觉得应该是他害的。为什么他害你？因为我不知道，因为 OK 那时候就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就是过了几天有表演啦，然后就觉得很不舒服，在后台等的时候，正式要表演的时候，我们录影嘛。然后我们录影的时候，我其实唱完我们的歌下台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人不是很舒服。其实 Henry 也是不太舒服的，所以你们应该是吃错东西啦。那时候好像是食物中毒的情况。然后后来我就有一直觉得说，好像想要吐的感觉。但是我们其实已经拍完我们的部分，剩下最后就是全部的艺人要上台一个谢幕啊，嗨嗨这样子，就我想说应该可以吧，没事了哈，就这样子。然后结果一上台，我才要到我的那个站位的时候，突然就觉得不行了，我要吐了。我一转身，我讲怎么样都要下到台吧，没有，我在台上吐出来。在台上吐啊！就有拍到那一幕。没有，我有转身，然后有走了几步啦，所以算是台后一可点。是这样子不是有人会踩到？那我不知道他们后面怎么样处理了。不敢讲，我已经很惨了，好不好？我就是在台上吐啊，而且我有点忘记那时间到底是台上吐的比较严重，还是我们回酒店。因为过后就是我记得那时候就是一直是上吐下泻嘛。然后我跟 Henry 我还记得我们那时候回我们住的那个饭店的时候，我们一进电梯就觉得不行了，好像要吐了。我们两个是拿着纸袋准备的。然后一出电梯，两个就然后死命狂吐，吃什么吐什么。讲真的，幸好你是在最后的时候才会吐，对要不然如果是在唱歌唱一到半啊，怎么办？吞回去咩？效果啊！他们只会说也太可怜了吧？真的，为什么这种效果？唱春晚唱到吐对，而且我知道吐气扬眉是这样吗？吐气扬眉。而且那时候有一点辛苦是，如果我没记错，因为那时候我们会穿旗袍嘛，你知道某一年我们是有旗袍的，然后就是很冷啊，那个要录春晚的那种时候，所以我们穿着旗袍，就是布那么少，可是天气又很冷，虽然在室内，但是也是蛮冷的，所以你那种不舒服它都会加剧。然后为什么我这么记得 Vincent 也有去，是因为我他不是啦，想吐。我觉得是因为他带我们去吃小龙虾，我一直觉得是不是可能。不是，就是不适应那个食物。有，因为他们是说小龙虾好像也是要选的，有一些档口可能没有这么干净，然后我们又是外地来，对，然后吃了就会不舒服，因为真的很好吃，他们就是那个味道炒得很香，而且要配他们的啤酒，对，所以那时候就吃很多，然后我就想是不是因为小龙虾，所然后来我都不敢再吃。可是都没有事。因为他钢铁胃吧，对啊，什么都吃啊。对，因为他介绍我们就是他吃过啊。然后那时候我跟 Henry 是吐的最惨的，上吐下泻，然后就觉得竟然在人家舞台上面留下我的呕吐物。我觉得说到舞台的表演呢，我也是有经验的，就每次你也吐吗？不是吐的，可是真的弄到我想起就想吐。为什么？没有，因为我每次就是会发台温这件事情啊，发台温真的，我们所谓的发台温就是出状况，就有2件。第一件就是我还记得有一年，你还记得我们在8度空间有那个追影筑梦，刚好那一年我们有在那个Berjaya Times Square 那边不是有摆，我们有复古风的，对，然后我们每次摆了那个摊位之后，都会有现场表演唱歌啊，真的是幸好那一年是没有 live。就是没有直播回电视台播出嘞，就是我那时候我们每次在那边叫喊啊，这边啊跟大家玩游戏已经喊到没有声音了，然后那时候我又要好死不死要唱一首，也是我第一部戏的一首插曲，叫什么啊？绯闻女友。那首歌很高 key 的，你知道吗？然后我平时唱已经半死不活了啦，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怎么办，没有声音嘞。就是一直没有声音，我就讲惨了，等一下要唱了，好了，没有关系啦，就上台唱，然后唱到后面我真的是很辛苦了嘞，我觉得还有一段呢，怎么办？还有一段呢，我想不如我把它低八度来唱。你也蛮机智的嘛。为什
什么会有人当唱到下一半用低八度来唱的嘞？为什么我会下这种决心？哎，你想一下，本来你是唱到一半要下一段的时候，最后一段的时候你最后一段降8度，哦，可能你是在8度空间的活动吧？那也太怪了吧？没有，你就是纯粹那种唱，有点累了，让我也太躺平怪了老了。娘就想低8度怎么样？突然间难过时候变成难过时候，你唱得出来吗？第一他唱了，我已经下此决心啊，然后到了，我真的就下8度，然后我一开口就讲哦，大事不妙。所以有时候那种妙是自己的脑袋不想什么，你知道吗？我真的不知道哎，当下的那个决定，而且你还记得以前我们有一个蛮崇拜的帅老板吗？啊，对对对，帅老小明板是我们很尊敬的，而他且坐在台下他又是音乐人来的，他坐在第一排，然后他，而且我是这样子看到他这样很明显的嘛，然后他听我下8度的时候，他就这样，疑惑的表情，但他又不想打击我太明显，他可能想，可能这首歌的他就是这样的他的流程设计就是这样子。我跟你说，然后我唱完这首歌，我脸青掉了。我脸青了，然后我还记得那时候主持人是梁佑成，他应该脸也青了吧。没有，他们没有问我什么事情，他只是知道我那一天其实状况不是太好，他就说哦，他不安慰还好，一安慰我就哭了，你在台上哭哦，我就忍不住 Oh my 他 God 说你唱的很好啊，这样。没有，他就讲，因为今天呢，他这个声音不是状况不是太好，什么，因为我没有自己讲嘛，你知道表演人不想对自己讲对对对对，好自己像一个借状况不好的。对，口这样。可是他讲了之后，我就哭，然后最后那种谢幕啊，我就没有出现了，我就回了因为你在后面哭，没有，我不敢出现啊，人家给我一个路走，我还不走啊，因为他不舒服。走了。不能说你讲到唱歌这一回事啊，你们在舞台上唱歌做歌手都会发片，然后说会一些个 show 或者宣传表演，有什么难忘的事吗？没有，他讲发台湾，我其实有一次也是，啊可是我没有那么可怕啦。就是我觉得发台湾这个你真是 control 不真的到很可怕的。有一次我要唱一个就是演出嘛，然后就是除了唱自己的歌，就他们也会要求，可不可以唱一些别人的歌？然后就选了《小幸运》这么红的一首歌，是不是？然后我也会唱嘛。结果要到我上台前，就是那最后1分钟，前面的差不多要结束，我突然间。小幸运这样唱，等一下，我在后台完全想不出来，完全的可怕欸随手走过一个工作人员，我抓住他，小幸运这样唱，我头脑空掉了吗？我就怎么？原来你不是我要前前面想不到，我们现在想幻想，现在想我什么我听见了哦，哇，幸好你还记得，我刚才想有事想不到，我突然间，你现在想不到不用紧，他那时候想不到。我跟你讲，我是脑袋空白走去台上，我讲音乐下我应该会吧，结果我会，幸好我在最后1秒钟。很可怕哎，我要哭出来了。然后他们讲讲吧，我也不会。我讲我应该出去听到音乐，我会了吧？讲到这个也是听音乐，我也是有另外一个商演，上演啊！我要你又唱5怎么首了？歌。哦，我要唱5首歌，然后我还记得那时候我是主持那个我要唱好歌，因为那段日子真的是很累，而且是我一个人第一次自己就是你知道独挑大梁主持那种大秀，所以我很累。然后那天我就要去表演，早上才主持，晚上就要表演。然后我还记得那个 MMO， 那时候我有一个 MMO 是我要唱那个恭喜你啦。恭喜你啦，恭喜你啦，好大力丢来。然后那个 MMO 我又好死不死，我找到一个版本比较差的，所以他那个前面他不是有那种他炸裂的声音哦，你有一点抓不到那个音，那个 key，对对。那我彩排的时候我都没有问题，我就OK。然后正式表演的时候，我想这是什么 key？ 我跟你讲很恐怖，真的。是啊，这是什么 key？ 可是你知道，我们还是会有一个你只是当下你没有办法相信自己，而且你有时候其实我们练多了，你也有 muscle 对 memory，对所以你一开口其实差不多就是那个音。可是问题是我差不多唱前面一段的时候，因为我眼神真的太飘了，我真的很没有信心，我就讲不好意思，那个因为听不清楚，可能音响然后有点忙，可以看到。我想再来一次，什么样？我自己还要拿，然后快过掉就算了啦，你还要重唱。整首歌3分钟哎，你知道吗？可是我就是这样子哦，我就当着没有事情哦，好大力丢来，就这样子。然后唱完这首，
可是我看没有人给我奇怪的眼神呐、只是因为我太明显，我眼睛很虚啊，我的眼神。然后我经纪人他知道我心虚什么，所以他就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反正我要唱5首歌，这是最后一首。真的是幸好，然后我唱完了哦，我下台的时候，我不知道我发生什么事情，我就这样很飘，然后我一下台拆掉那些 mon 啊，我上台，上车我又哭我会哭回家，会，因为太恐怖了，那是商演呢，恐怖，而且你会有时候会觉得我为什么做成这样？真的为什么可这以样？而且很可怕，你解释不到啊，对你平时没有，你唱这首歌没有问题的吗？就你要怎样跟人家解释？你讲我就发台问人家就讲什么？你懂吗？可是讲到唱歌就太多了吧？我们那种比赛，我突然就觉得我们不要聊主持了。反正就是这一行发生我就要的事情讲了。嗯以前我发人生第一张 EP 的时候，嗯然后不是有去宣传的，去摸宣传的，很流行的嘛那个时候。然后有一次我就去 submit 啊约在那边，然后刚好是配合那个书展的，然后在那个舞台那边就唱歌咯。我就唱完了过后，哇，心想。哇，还有人来买专辑哦 ，OK 啦，有人 support 我很开心啊，然后还有签名呢，对，很开心。过完整个表演，然后结果过几天过后我就开始，因为我很在意到底有没有人写我什么东西，然后就突然间给我发现有一个 post，就有人写说，哎呀，他讲他是员工，就是那个书展里面的其中员工，老板叫我们逼我们买他专辑，然后买他专辑呢还要排队跟他握手啊，签名啊，拍照啊，这样，哎，我都不认识这个是谁来的，怎么要把他逼我们这样子？类似写这样的东西给我看好难到，过我就讲。哇，不要哭没有不是哭，我是讲我当下原本还以为很好的一个画面嘛，是做歌手的时候，这个看了这个不好做了。这个真的很 sad 了。不过呢，你想一下，幸好不是发生在现在，因为发生在现在，你通天知道。因为之前还没有这样发达嘛，对啊，然后人家可能就会讲说，你看原来是怎么安排去啊，什么之类的。你就爆红了。不是啊，现在网络真的蛮可怕的。对比起我们以前会单纯一点点，现在什么事情都会被放大还是什么。可是有时候就是我们当下其实我们也会被影响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一行最大的一个磨练就是教会你怎么样看开一点点。真的，因为你看这些事情，我们当下真的觉得很可怕，但他真的会过的。人生也是这样，很多事情会过的。对啊，过去没有事啊。是，而且别人要讲什么，真的你没有办法 control。这是觉得在这一行特别明显感受到的一个东西，因为我们做的事情就是被放大。我们在舞台上面，你讲错一句话，有时候发音一个不准，对人家都会讲这样啊，对啊。但是我就觉得有时候，如果我们是做好那个准备，然后被批评，我们至少要知道自己有付出。是你已经尽力了，你还想怎样这样子对，咯？就只是有时候大家审美观可能不同，没有办法咯。真的，我们尽人事听天命，那些事情呢，不好的都会过的，好的不好的都会过的。你看我们还不是活得好好的？对啊，我还是活得很开心，只是胖了一点年纪。那没有办法，大家也都会遇到的。祝你遇到跟我们一样的事情。哇，祝你，祝你。怎么办？我觉得我们可以录2集耶。好啊，我们下一集见的时候，我们这一次不用总结，下一集我们继续聊。